战斗民族在夏威夷演练击沉美军航母，俄罗斯海军这是老当益壮呢，还是要出门作秀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飞。大伙儿一说到这个战斗民族啊，就想到俄罗斯；一说俄罗斯呢，就想到战斗民族。前段时间呢，就是俄罗斯搞了一个活动，俄罗斯观点报21号呢有个报道说，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他们的舰艇呢在太平洋中部演练了如何摧毁敌方的航母战斗群。这个太平洋中部指什么地方呢？从俄方公布的卫星照片判断出来，就是离美国的太平洋中部这个重要的基地珍珠港没多远了。然后呢，俄罗斯国防部又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先是说呢，这个部队呢演练了一下探测敌方航母战斗群，然后呢发起了电子对抗，最后是对假想敌航母战斗群进行了精确的导弹攻击。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舰队的编程是什么？这个舰队呢，20艘船左右，对俄罗斯来讲应该算是个比较大规模的编队了。编队呢还分了2支，一支模拟进攻，一支模拟防御嘛，攻防双方对抗演习。主力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老光荣级。另外呢，还配了一些护卫舰。这个配置呢，应该说还真是挺有俄罗斯特色的，或者说是有点前苏联特色，让人感到他们的配置和战术呢，还是很像冷战时代，打击能力基本靠舰对舰导弹实现。在和平时期啊，原来前苏联玩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和平时期只要还没有宣战啊，就可以利用国际法嘛，就是你航行我也航行，你自由我也自由，反正你走哪儿我跟在哪儿，叫跟踪群，贴着你走。真的到打起来宣战的一瞬间，就在一瞬间要把这个编队里边所有的反舰导弹全打出去。如果这一波导弹打出去之后，美军航母被干掉了，那就好赌赢了。如果美军航母没有被干掉，或者是美军其他地方飞机赶过来支援，那么俄罗斯这支舰队基本上也不指望回家了。所以这个当年俄罗斯说呀，我们所有的那种战法就是赌我们能不能在美军飞机升空之前把美军干掉。如果在我们开火之前美军飞机先起飞了，那对不起，俄罗斯就没海军了。那么这支编队跟前苏联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的一个主力基洛夫级现在没了，远程防空火力是大幅度减少，就靠一个光荣级死撑。这些个护卫舰呢，都普遍安装了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有反舰导弹。另外呢，有些还要装锆1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尤其是锆10装上去以后啊，整个这个舰艇编队的突击能力确实增强了。但是这样一个配置决定什么呢？你没有航母啊，没有舰载战斗机啊，防空能力基本靠瓦良格的话，跟以前相比还衰减了。所以呢，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薄弱的。如果对方是抢先出手，利用低空突击的话，那么这个舰队的防空半径啊，最大也就不过到50公里水平。那个导弹射程再高，也是对付高空目标的，对低空基本不行。如果是在狭窄海域，比如黑海、地中海这么干呢，也许还可以，多少能够获取一些这岸基航空兵的支援。在太平洋中部这么干的话，风险就会大很多了。所以你看这次演习，俄罗斯是没法派战斗机参战的，只能是派一个远程的反潜巡逻机飞这么老远来意思一下，实战中没什么大意义。你想从俄罗斯本土出发到演习地区，俄罗斯这个舰队呢，绝大多数航程都是在俄罗斯岸基战斗机保护之外的。而这么一种舰队的话，一旦遇到敌人的主动空中打击，基本坚持不了多久。那么俄罗斯人知道不知道呢？也是玩这么多年海军了，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的斤两是什么。那么俄罗斯明知如此危险，为什么还要这么用兵？我觉得2种可能，一种呢就是拼命，和以前一样，就赌美军不敢先开火。那么我的水面舰艇也好，潜艇也好，就长时间的在夏威夷附近进行活动，赖着不走。如果美军有意识让航母编队跟俄舰保持距离的话，形成单方面打击优势的话呢，俄罗斯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航母编队可以跟我保持距离，但是你夏威夷跑不了吧？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开打瞬间马上巡航导弹集中突击一下夏威夷基地。反正无论是攻击美军航母还是基地，这种玩法命都不长，就是拼这一把。另一种可能是呢，就是通过这么一次演练，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提振一下士气，基本呢只有象征意义，表示一个政治姿态。毕竟俄罗斯海军比当年前苏联海军的水平是下降了很多的。毕竟如果美国海军敢先下手的话，这个舰队基本没有能力航行到夏威夷。所以啊，国内有些媒体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说的还挺那个振奋人心，说是美国上下震动，好像这个俄罗斯海军又很雄壮了一把。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看到俄罗斯这种方式进行挑战的话，固然说得上是很有勇气，但更多体现的是这个海军衰落以后，它的力量衰退之后的这种无奈和苍老。这种勇气，这种战法，还真不是中国海军应该学习的对象。关于俄罗斯海军在美国家门口演练击沉美国航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